你觉得自己很烂？我觉得角色给我带来的一切，我前几年太消耗他了，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所以我不觉得我这几年是个好演员。是因为不好意思啊，我对你不熟悉。你消耗是拍很多同类的戏还是什么？稍微说一下。就是忙了一些别的事儿吧，就是别的工作。哦，他有一些那个个人的情感的新闻会比较干扰到他。哦，就是大家会讨论那些比较多，也会让他可能损失了一些工作机会吧，我猜是这样。小童，我跟他演过戏，好演员。对，我想说的是，可能你过去一直演男主角，你现在没有机会演男主角，大家担心你有风险，你可不可以从小角色开始，安全顺利播出之后，让大家看到你的表演能力。我觉得这个职业就不是一城一池，它是一个一生一世的职业，它就是需要你不放弃。对，谢谢老师。小童，我觉得我们演员这个职业啊，尤其是你这么小就开始演戏了，你的人生就像真人秀一样，其实你发生过什么都是被公众看见的。因为你刚才整个自我介绍的过程，我觉得都像一个认错的过程。那一趴是你的生活，你来这里是做演员的，你不用带着一种我好像负了天下人的姿态，我来这里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因为大家对你的记忆如果没有更新的话，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让你的人生迭代更新呢？你得去创造出新的人生故事。什么是新的人生故事？就你来到这里有好的东西，有好的片段，那才是新的人生故事。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带着一种愧疚道歉的情绪去面对你的发生。上一个几龄层都是这样。洪瑶，我其实是很认同李老师说的。我觉得你比如说刚提到你太太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你在试图消减它给你造成的一些影响。就我其实没有觉得你全然接受了这个问题，但是你在说服自己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一个过程中。我是一个经纪公司的老板啊，我去看一个演员的工作，它其实分很多部分的。那其实他生活中现实的人物关系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所有的舆情其实是大众情绪的一个对撞啊，因为当时你们官宣的那个时机正好是那个电视剧在热播的时候，所谓的这个电视剧就会有很多所谓的 CP 粉，所以他们可能正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然后现实世界给了他一个想象世界的冲击，所以他没有办法发泄这些情绪，这个情绪就落到你身上了。对，就是你破坏了所谓的大众想象。很多所谓的人设塌房，还有一些新闻事件本质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你的心态是，它如果是你的优势，你就用它，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你的家人。只要你真的觉得你大大方方的用它，你就会获得李老师刚才说的那个真诚感。老师好，我是刘一畅。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好演员，是因为，我好像以前不应该去想着怎么去social，维护所谓的制片人们，但是导致我失去了很多机会，大家对我有很多偏见，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演员，只会演戏的演员应该不是特别好的演员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人给了你一些机会，有时候这些人可能也不是真正能帮到你的人，我们就错过了，各自走了一段路。比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了，我们就不要看过去发生过什么，不要在乎之前别人怎么评价过你，所以就从今天开始，从这里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去年光我们国内短视频产业超过我们电影的产业，就我们去年票房大概400多亿。对，我天啊！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它流行，但是它桥段不新呢。对，很多都是重复的。它最重要的是那个商业的收入模式问题。对，它是即刻满足，就是给你放到一个悬疑点或者情绪点的时候，你想看吗？付99。很多人是当时的那个情绪不能被满足，他会很想看完，他马上就付钱了。所以它整个商业模式跟我们过去影视剧所有的商业模式不一样。电影你需要认同这个导演，认同这个演员，看到阵容你才买票进去。
我会以一个好演员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表演上要有打动人的地方，表达上要有真诚的地方。Hello， 各位好。嗨，哎 Hello， Hello， 杨老师好。Hello， 老师来了。哎呀 Hello， 大家好。嗨，各位早上好，第一次见到大家。这里有一些我的老朋友啊，也有很多是第一次见到的朋友。你们坐下，没关系，坐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曾经是一个经纪人，然后我重要的工作也是帮人做职场规划的，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呢，主要是来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的简历问题。然后我昨天已经全部看过了，我整体说一下我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各位的简历其实都不合格。当今社会啊，大家都有社交媒体，会有不同的渠道可以阅读到每个人。但是简历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尤其是我们的建组简历。我看到的绝大部分简历呢，要不然像百度百科，就是所有资料跟内容的堆砌；要不然像写真集，全是照片啊，照片全是精修过的，根本看不清你的五官和你的形象；要不然呢，就像一个商务简历，讲了一堆数据跟代言啊，没有你这个人的真实个性跟经历。有一些甚至资料跟内容上都是有一些数据的错误的。我要先拿一些负面案例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放一下陈志鹏老师的简历好不好？哎呦，好，这是我们简历第一页。简历第一页通常是你的形象照，因为陈志鹏老师是唱跳歌手出身，所以我觉得他选了一张舞台照，这张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来到下一页。我为什么把陈老师的简历拿出来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您的第一项资料页就写错了。哦，还珠格格应该是98年，对吧？这写的是88年。因为我想还珠格格作为您影视作品里最有名的一个代表作，当我第一次看到一份简历，它有明确的信息错误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您或您的团队对简历是不认真的，就会让我失去阅读整份简历的兴趣。我想连您自己的代表作时间都写错了，那这个简历我还有什么可信度呢？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感受。好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步信息无误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好的。我们打开一下傅首尔的简历吧。这是首尔的首席资料页，第一身份是我们的奇葩说的选手和冠军，然后这是他的社交媒体的基本数据，再来到了他的表演页，然后有一些具体的角色，接下来是他参加海量综艺作品的内容堆砌。我想说的是啊，上来的这些信息量我觉得应该全部后置，就是这些社交媒体的数据，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做综艺资料，也不是在做广告资料，我们是在做演员资料，它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角色的塑造形象。但其实有看到他们很多人给一些这样的一些数据，是不是也是好事？因为他们本身是在市场上具有流量。简历是干嘛？其实就是销售自己嘛，你要让别人第一时间有用你的理由。要不然是你的形象跟我的角色非常匹配，你可能是个新人，我愿意给你机会；要不然你有过一些数据和一些市场对你的认同，那我会更有信心去用你。其实就是找到不同的视角去销售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你卖给谁，你卖给广告客户和你卖给影视剧组的制片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切入点。就比如说像我们公司给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工作是有完全不同的简历的，你商业用的简历会有大量的它的相关数据、待播作品和它接下来有可能发生的话题跟热度，但是剧组简历更多的会是他曾经的一些角色、业内人士对他的评价和他这整体形象的可能性。比如说在这个剧照的选择上，这些人物照大部分你选的都是侧颜的，其实是看不见你的形体，也看不见你的五官的。所以这份资料呢，整体上特别像一个非常公事公办的大众简历，而不是一个可以针对剧组或者帮你获得更多机会跟可能性的专门的建组简历。
一小这个简历，我觉得这种强调五官和形象的剧照，我觉得在影视简历里是比较有优势的，就能看到你塑造过的角色。而且我也建议大家选这种眼神力比较有戏的，能看到你不同的形象姿态和你的造型的，这个是比较有价值的。李小这个排序的顺序我是比较喜欢的。在最前面把你获得的奖项和你的代表作放出来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简历是按年份写的。洪瑶啊，你的简历就是我说的没有强调代表作，第一页可能把你最有代表作和大家印象最深的东西放在最前面，唤醒大家对你是谁的一个直接记忆，会比较好一点。好的。钟丽丽啊，你的这些角色其实有些女一、女二的角色，可以把相关的播出数据说一下。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张丹峰的啊。这段文字介绍我确实不太喜欢啊，特别像粉丝尬吹的那种表述。我们简历上尽量讲事实，而不要讲形容。你这个是属于形容词的堆砌，对，就会让人产生情绪。有的人可能喜欢你的会觉得特别好，如果不喜欢你的可能就会更不喜欢你。这个经得起浮华后的风平浪静这种话真的有点不要脸那种感觉，我都有点害羞。太多了，朋友们，简化一下自己的简历，最好弄到10张之内，真的太多了，这没有人会一张一张这样子看下去的。雨欣的简历是我看到的比较简单的简历啊。我比较喜欢这样简单的简历，信息量比较充分的。但雨欣，我觉得你选的这张图片不够好。作为你的头图修饰度过强，其实看不见你本身的真正的形象。然后这2张图能说明啥？泯然众人。你在所有的新媒体上能看到无数女孩是这样的造型跟这样的图，它不是你。我们的每一张图都应该有信息量。林沐晨，你觉得你自己形象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什么扮相都能扮。什么扮相都能扮，我觉得它不叫个优势啊，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什么扮相都去扮。确实让我看到了很多丰富的造型跟形象，但我觉得都不统一。都不什么？就是不是一张脸。百变永远不是一个竞争力，它一定是个减分项。百变的前提是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已经记住你了，你再去百变，大家会觉得你塑造力强。在没有记住你之前，所谓的百变其实就是没有影响。所以你选简历图片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这张脸很美，但是记不住。可是老师，我就是不同的造型就会看起来不太一样，那我怎么办呢？因为是这样子的，很多人不同的脸都可以实现不同的造型，但是所有人对一个人只会有一个印象。我们在做营销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第一反应品牌，你要先找到你最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且对应市场的那个形象，把它打透。如果你在简历里能够让人看见这一点，至少这一类角色或者这一类形象，大家会第一时间想到你。当一个人永远可以被选择，什么机会都被选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可以被替代。我觉得你的这些可塑性可能会让你适配度比较高，但同时让你拿不到真正的好机会，因为真正的好机会只属于那个只属于他的人。好，你请坐。哈尼克兹，他的这个简历是分了几趴的，这一趴是影视，所以他专门讲过他播出的影视作品的相关数据跟他的角色，我觉得这个结构是比较好的。我整个看完哈尼克兹的简历，我的感受就是他在古装戏里已经有所建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放了这一部分的带播，带播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的导演是安建，这是一个知名导演，就是已经有市场上看好你的人在用你了，那也会增加大家使用你的信心。最后他再放了综艺这个部分，这份简历我觉得是比较规整的一个给剧组的简历。
我觉得哈尼克斯的 PPT 做得很好，就是它里面有数据啊，然后造型啊，然后每一部戏呀，我的一个下一次做简历的一个模板。然后我觉得那个做的不错的简历是许绍洋的简历啊。好，你觉得不错，真的假的？虽然我觉得你的简历的照片选的呢也比较像健身教练，但你的简历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形象、职业、代表作，第一页清晰的表述了我演过什么，音乐代表作和我的戏剧代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格式结构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里我要说一下3份跨行的简历，这个何九华、丁真跟于雨涵。何九华，你是相声演员对吧？对。你的简历里上来先是你的抖音直播跟抖音数据，我说实话，绝大部分剧组、制片人、导演都会心生反感。哦。就是大家会更愿意演员只做演员，至少我在第一次接触你的时候，不是觉得你是一个这么把直播看重的人，就是无效的信息，甚至是减分。接着又是时尚杂志、相声演出跟综艺节目的资料。如果我是一个制片人，我看完这份简历，我会觉得你不想当演员。好，我看不到任何你想转行的意图，或者你为表演做过什么准备。哦，那这对于一个制片人或者剧组来讲，他会很困惑。那你讲相声好了，为什么要来演戏呢？于雨涵，我知道，还在长个啊？但愿吧。生长中。06年啊，这比我儿子大4岁。于雨涵也是唱跳歌手出身，对吧？对。你上来的第一页给自己的定位叫做舞蹈机器。通常舞蹈肢体能力强的人，他可能可以对应的是一些动作戏、打戏。那么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把这一点去强化一下，因为舞蹈机器这个词是一个模糊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简历的大部分信息其实就在说明你曾经是一个 idol 啊，没有告诉我任何你为什么要做演员和你做演员里有什么资本，没有信息的透出，没了，对吧？我其实除了只能看到你的脸，尤其是精修脸之外，我看不到其他东西。因为你年纪非常小啊，你这个年龄正常适配的角色可能是一些青春片跟偶像剧，那么它非常需要你有一个年轻的校园形象，但我在这里看不到一张校园形象，全是舞台形象，所以我觉得你是浪费了你最应该这个年龄有的优势。好，我觉得你这个也是需要大调的。好，请坐。好，谢谢老师。丁真，大家对你的形象都非常的熟悉，你现在普通话水平怎么样？现在一般吧。那你有准备为此做一些学习跟练习吗？有。这里的简历呢，我看到的所有的信息量叫做你的影响力，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到别的东西了。我想你应该很擅长骑马吧？对，这个我觉得要第一时间写上。你会的所有技能，简历里是完全没体现的。柯纯在哪里？柯纯，请问这个短国哭戏第一人是什么意思？就是结合了一些网友的看法吧。但为什么这里没有你的类似于流泪的剧照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字和我们的图片最好是表达的同一个意思，你的表达才有意义。你看啊，你短短的1页、2页、3页。你的简历就没了，没了。你要先假定你给简历的时候，其他所有人是不认识你的。从你的简历里，我看不到任何东西了，我对你这个人无所知。OK， 就这里面没有。假设你要放你的 top one， 你至少放个数据表格，对吧？你不能自己说自己是 top one， 你连个截图都没有，这个就很没有可信度。好。这是我特别喜欢我们这个行业的原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行业。有可能你的起点非常高，比如说你父母是巨星，从小你认识所有的导演跟制片人，但你也不一定会受欢迎，因为这个职业本身拼的是观众缘。所以就像我们去
公司比如签演员，包括我相信很多制片人导演去选演员的时候，他看的第一个肯定就是角色跟形象的适配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是否有观众缘，只有这2个事情共同实现了，这个角色才可能成功。所以我觉得来自哪里并不重要，是中间走过什么样的路，最后能达到那个终点比较重要。就确实他说的，我们其实没有去仔细的琢磨这个简历。你想引起制片人和监制的注意，你必然这个简历是要在你演员这一块上做很多的加分项的。作为一个专业的经纪人给我们说这些，这个就很专攻，就很直给。厉害的经纪人，这个是我觉得目前很多的艺人如果遇到这样的经纪人，真的要拼。